大家好，我是角色 Mail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往往能在艺术、文学、天文、运动、品牌、资讯科技、航太等等各领域当中，看到一些古老神话传说的影子，默默影响与建构现今的世界观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，势必得先认识这些好像很厉害，却又不是那么熟悉的神话语言。其中除了圣经神学，希腊神话也是建构西方文明的核心元素之一。今天我就要用13分钟带你快速浏览这充满自私、情欲、血腥、暴力的古老传说——希腊神话。本列车开往特洛伊，沿途停靠宙斯、潘朵拉。Jason Mail 祝你旅途愉快。起初，世界是一片什么都没有的空无，希腊人称之为空无之神卡厄斯。随后，从空无之中出现了大地之母盖亚和老爱神厄洛斯。在老爱神厄洛斯的推动下，大地之母盖亚产下天空之神乌拉诺斯以及水神庞多斯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出生后，不断的与自己的妈妈，也就是大地之母盖亚啪啪啪，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导致盖亚体内怀了许多孩子，包含了统称泰坦诸神的6个兄弟和6个姐妹，以及2组3胞胎兄弟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。然而乌拉诺斯一直紧压在盖亚身上，使得这些孩子没办法被生出来，只能留在盖亚体内互相挤压骚动。于是年纪最小的克罗诺斯在一次乌拉诺斯与盖亚啪啪啪的当下，高举人民的法锤，一刀砍下父亲的命根子，断开一切的牵连，并丢进水神庞多斯海里。被阉割后的乌拉诺斯痛哭失声离开盖亚，从此天与地就分开了。盖亚的孩子们也才得以从大地体内诞生出来。除了盖亚，空无之神卡厄斯也陆续生出了几个孩子，分别是黑暗之神厄瑞波斯、夜晚女神努克斯以及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。其中夜晚女神努克斯又生下了光明之神埃特尔和白昼女神赫莫拉。从此，天上诸神生活在光明之神埃特尔的永恒光明之中，地下诸神被关在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那里，也生活在黑暗之神厄瑞波斯的永恒黑暗之中。至于大地上的一切生物，则都生活在白昼女神赫莫拉与夜晚女神努克斯的相互交替之中。初期的世界和神旨就这样从空无当中依序建立和诞生出来。此时，高举人民法锤的克罗诺斯顺理成章成为神界的大老板，一个眼神就将看不顺眼的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安排到了神界的非洲，也就是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那里去。一想到这里，克罗诺斯感到充实而欣慰，开始了他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。随后，克罗诺斯与姐姐瑞亚结合，生下许多孩子。由于盖亚告诉克罗诺斯，他将被自己的孩子所推翻，于是只要瑞亚一生下孩子，他就抓来一口吞到肚子里，这样他的孩子就无法篡位了。瑞亚对此心生不满，于是偷偷的到克里特岛把他们最小的儿子宙斯生下，然后另外拿了一块石头包在婴儿包间里给克罗诺斯看。克罗诺斯看也不看，就把石头吞进肚里。宙斯在克里特岛上长大成年，开始展开报复行动。于是宙斯调配出一种催吐剂，由瑞亚把药交给克罗诺斯服用，宙斯的兄弟姐妹就依相反的顺序一一被吐出来。从此2个世代的神之间展开了一场延续了上千年的战争。交战的一方是以克罗诺斯为首的泰坦诸神，以厄特瑞斯山为基地；另一方则是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帕斯诸神，以奥林帕斯山为基地。对战双方实力相当，势力互有消长。此时，大地之母盖亚告诉宙斯，如果要打败他的父亲克罗诺斯，就必须联合一样充满野蛮暴力的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。于是，宙斯下到地狱，解开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的手镣脚铐，并承认了他们在奥林帕斯中的神性地位。为了报答宙斯，独眼巨人将独门武器闪电送给宙斯任意使用。这时，再配合百臂巨人的怪力相助，宙斯阵营终于获胜。此时的宙斯顺理成章成为神界的大老板，一个眼神就将泰坦诸神安排到神界的非洲，也就是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那里去。一想到这里，宙斯感到充实而欣慰，开始了他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。
由于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曾经背叛宙斯的祖父乌拉诺斯，而自己又搞垮了父亲克罗诺斯，宙斯担心历史重演，哪天自己也会被孩子篡位。于是，当宙斯的第一任妻子，也就是计谋女神莫提斯，还怀着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身孕时，宙斯就用诈术让莫提斯变成水滴，并将她吞下。于是，宙斯就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权谋诡计，永远无敌。连同莫提斯被吞下去的雅典娜，则是在之后才从宙斯的头里蹦出来，后来成为希腊神话中曝光率相当高的神祇之一，甚至成为后来希腊首都雅典的守护神。而雅典这座城市也因此以雅典娜的名字来命名。由于宙斯太过嚣张，上任后就把整个国家机器动员起来，无所不用其极巩固自己的地位。于是大地之母盖亚再与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结合，生下了跟宇宙一样大、充满原始力量的怪物台风来对抗宙斯。一开始台风占了上风，但最终宙斯还是趁台风松懈时逆转胜击败台风。紧接着挑战宙斯霸权的是同样由盖亚所生的巨人族。这场战役中，奥林帕斯诸神全员出动，宙斯阵营再度大获全胜。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公然挑战宙斯的权威。称霸后的宙斯精力充沛，欲望无穷，除了曾和多位女神与近亲有过奸情，甚至在稍后人间开始有女人之后，也曾与数十位凡人发生过关系，甚至曾有男性伴侣，让妻子十分苦恼却又无可奈何，堪称渣男中的渣男。然而撇开淫乱的私生活不谈，公领域方面，宙斯则以公平的方式分配众神的职位，世界也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有了秩序。在宙斯称霸世界之前，众神除了住在奥林帕斯山的神界，也有不少神住在地上的梅可涅平原，跟人们生活在一起。当时的世界没有女人，只有男人，他们永远年轻，身体四肢永不衰老，不用工作，不会生病，也没有痛苦。梅可涅平原就像伊甸园一样，一切食物都由大自然供应。宙斯称霸世界之后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重新订定神与人之间的界限和规则。宙斯将这个重责大任交派给他的堂兄弟反骨男神普罗米修斯来处理。为了划分神与人的势力范围，普罗米修斯先把一头大公牛分成2堆给宙斯挑选，一堆全是涂了牛油闪闪发光的骨头，另一堆则是铺满恶心内脏的牛肉。宙斯选择了外表比较好看的骨头堆，才发现里面全是骨头。于是宙斯对普罗米修斯大发雷霆，好笑吗？从此人要吃肉之前，就必须先向神献祭，把燃烧骨头的烟传送给神之后才能吃肉。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，宙斯把以往在梅可涅平原唾手可得的火以及谷物都藏了起来，而普罗米修斯则趁宙斯不注意时，再偷带了一个火种回人间。于是人类开始以之用火，终究还是能靠各种方式把火生起来，此举再度惹怒宙斯。宙斯至于被宙斯藏起来的谷物，普罗米修斯则教导人们以耕种的方式收成取得，从此世界上才开始有了农业。同时普罗米修斯也把一切技艺传授给人，使人类逐渐步入文明，开始有了思想与智慧。输不起的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上，让老鹰来吃他的肝脏。白天老鹰会把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吃个精光，晚上又会长出新的肝脏。日复一日，冠老板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此时被2度惹火的宙斯又想到一个恶整人类的计谋。之前提到当时的世界并没有女人，于是宙斯请诸神用粘土和水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女人，取名潘朵拉，并将她送入人间。潘朵拉的到来带来了延续生命的能力，却同时带走了人类长生不老的本质。从此人类必须靠男女的结合才能繁衍后代。同时潘朵拉贪得无厌、永不满足的个性，往往3-2下就把男人一切辛劳成果都消耗殆尽，从此人们就得终身劳力疲于工作，才得以糊口。此外，潘朵拉也偷偷打开了不被允许打开的大瓮，也就是俗称的潘朵拉的盒子。瞬间大瓮里面所有破坏力量和丑陋的东西都跑了出来，散布在宇宙中。当潘朵拉急忙把塞子塞回去时，里面只剩下来不及跑出来的希望。于是世界上就充满了邪恶与灾难，人们开始撒谎、偷窃、嫉妒、猜疑、作恶多端。宙斯实在看不下去，决定发动大洪水来毁灭这一切。这时的人间唯一没有变坏的，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杜卡利翁。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普罗米修斯知道这件事，就告诉儿子杜卡利翁造一艘方舟，带着妻子登船避难。于是杜卡利翁就照着做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后，宙斯放出所有风神，连续下了9天9夜的大雨，把全世界都淹没了。
到了第10天，大雨停歇，洪水慢慢退去，杜卡利翁和妻子走出方舟，重启人类的新生活。就在人间局势大致底定之后的某一天，色萨利王国佩留斯和海洋女神特提斯在培利文山上举行婚礼，众神和众人都来参加这场盛宴。不料纷争女神厄利斯没有收到邀请，为了刷一波存在感，就把颗有献给最美的女性的金苹果往宴会中一丢。与会的3位女神，宙斯的妻子赫拉、宙斯的女儿雅典娜以及爱神艾弗罗戴蒂就此争吵了起来，都说这颗苹果是属于自己的。为了平息争议，他们必须找一个公正的第三者做出裁决，于是找到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，请他裁决谁才是最美的女性。岂不知这场选美大赛最后竟然变成贿选大赛，3位女神分别使出浑身解数要贿赂帕里斯。赫拉说：“我是宙斯的妻子，选我的话，我将使整个亚细亚王国臣服在你脚下。”雅典娜说：“我是智慧女战神，选我的话，我将使你有智慧，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。”艾弗罗戴蒂说：“我是爱神，选我的话，我将让你成为当代希腊绝世美女海伦的情人。”最后，帕里斯这个禽兽选择了海伦，于是当时已婚的海伦就从斯巴达被带往特洛伊。海伦这一离去，全体希腊乡民大崩溃，就像台湾人眼睁睁看着第一名模林志玲被阿基拉带去日本，也就像日本人眼睁睁看着桌球天后福原爱被江宏杰带到台湾一样。于是，希腊各大城邦朝野大团结，群起出兵进攻特洛伊。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特洛伊战争。交战当中，希腊的伟大英雄阿基里斯全身唯一的弱点脚踝中箭身亡。随后，希腊人则以木马屠城记大获全胜，烧杀掳掠，特洛伊从此成为废墟。幸存的特洛伊皇室浪迹天涯，最后流亡到意大利，发展成为后来的罗马帝国，也将全套的希腊神话山寨过去，而成为后来的罗马神话。而想遵木马屠城记这个计谋的以色加国王奥德修斯，在特洛伊战争后决定返航以色加，没想到这趟回家之路却意外成为另一段长达20年的漂流之旅。离开特洛伊后，奥德修斯的船队依序来到了齐科涅人居住的伊斯马罗斯、忘忧荷花之岛、独眼巨人之岛、风神之岛、食人族之地、太阳神赫利奥斯的女儿切尔科居住的埃亚岛、爱唱歌的赛人女妖之岛、两怪卡吕迪斯和史库拉之间的水路、太阳神赫利奥斯居住的特里纳奇亚岛、仙女卡里婆娑之岛、法伊耶克人之岛，最后才返回故乡以色加，成为大家口耳相传的英雄。就像圣经那么大一本，不太可能3言2语讲完。希腊神话也有那么多的故事。怎么也说不完。然而，就像大多数神话的脉络，希腊神话也不难发现类似的重点骨架。从创世之初，万物的诞生与诸神相互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盖亚到宙斯的年代，开展到神与人之间有着频繁互动的阶段，也就是普罗米修斯到潘朵拉的年代，进而演变至神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逐渐减少，人类世界开始发展出文明而独立运转的过程，也就是特洛伊战争前后英雄辈出的时期。有了这样的骨架，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将一些分支小故事粘贴到相对应的位置上。希望这对各位理解希腊神话有点帮助咯。